中秋节不喜欢吃月饼的，请看过来，给家人做点烤包子也不错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中秋节吃烤包子，另一种风味。是的，感觉更美味。关键还很容易做。今天用的是低筋面粉250克，5克即溶酵母，5克细砂糖，稍微拌一拌。接着再加入165毫升清水，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。拌成面絮状后，再用手搓成团。好了，揉匀后的面团用片湿巾盖好，醒面10分钟。接着我们来处理内馅部分，肉末300克，调味料有1小匙黑胡椒粉，半小匙甜黑酱油上色，内馅有点色泽，感觉才美味。1大匙蚝油，2大匙生抽。口味比较重的朋友可以适量加点盐，将所有食材一起拌匀。接着再加入25克玉米淀粉，拌一拌，再用手抓匀。多抓一会，肉末会出点胶质，有点粘性，口感上会比较鲜嫩。这样用力摔几下，内馅会更弹牙。再加入切丁洋葱150克，洋葱多一点，比较解腻。青葱50克，再用手抓匀。最后再加入80克马苏里拉起司条，加了起司后，这内馅会有股特殊香气，很喜欢起司的朋友可以加至120克，这样成品就可以拉丝了。好了，先搁置一旁待用。取一个塑料板，涂一层隔水融化后的牛油，防粘。这是醒发后的面团，带点粘性，这属正常。将面团移至板上，双手抹点油，方便操作。将面团摊平，摊成个长方形。在上面涂一层牛油，再从另一头叠起来，再一次摊平。再一次刷上牛油叠起来，相同的步骤重复3至4遍。
刷好后再盖湿巾，再次醒面10分钟。醒发后的面团切成小块，分成10至12块都可以。双手再次抹点油，取一小剂面团，在正中勺入适量内馅，右手抓起面皮边缘，捏起，边捏起边往左手推送，将封口严实，一个烤包子生胚就完成了。放入垫了烘焙纸的烤盘，待烤。舅舅用另一个角度再做一个。这包子皮生胚比较软，也更有弹性，不用担心会扯破。再说传统烤包子工序较多，舅舅分享这做法是比较家庭式的，属于简易版做法，非常好做，大家不妨试试。好了，完成后共10个，准备个蛋黄，加1小匙清水，1小匙食用油，拌匀，再将蛋黄液涂上生胚表面，最后再撒点芝麻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有舅舅说不清楚部分，记得要留言提问哦。放入预热后烤箱，上下火180摄氏度，先烤20分钟。烤了20分钟后，炉升温至200摄氏度，多烤10分钟，主要让成品上色，这样色泽才会好看。时间到取出。成品表面酥脆，内馅加了起司，很香。好吃好吃。是的，若家里长者不能多吃月饼，就这样做点烤包子给他们享用也不错。一次多做点，吃不完冷冻起来，想吃时候再烤热，还是很美味。哇，这样真的太棒了！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是的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我们来做玉果巧，这是台湾的网友给的食谱。口味与做法，舅舅都做了点小调整，效果很好，软糯 Q 弹，特别美味，大家可以试试。这好吃。芋头去皮净重450克，可以的话尽量选用这槟榔香芋，口感上比较松化，比较好吃。切成厚块状，再放入蒸格内，大火蒸20分钟。虾米30克，洗净后清水泡软。小红葱100克，切成薄片。好了，搁置一旁备用。香菇1朵，切成丁。好了，一样静置备用。蒸了20分钟后的芋头取出，待凉备用。锅里头倒入80克食用油，再将预先备好的葱片冷油下锅，炉开中火，慢慢将葱片油炸至金黄色。好了，油炸后的葱酥捞起，锅里头油保留，再将备好的香菇丁倒入，拉一拉油，这样香菇的香味更出来。好了，泡过水的虾米沥干，倒入，一起爆香。一直爆至虾米溢出香气，就可以熄火。清水350毫升，沿着货边倒入，小心溅油。
开始来调味：1小匙盐，口味较重的朋友可以多加一点；半小匙胡椒粉，1大匙生抽约20克左右，2小匙白糖，半小匙五香粉。芋头多加了这个，效果特好。传统的食谱似乎都不加，大家可以参考参考，试试看。将全部调味料拌一拌，再加少许麻油，台湾朋友都称香油。冷却后的葱酥先倒入一半，拌一拌后搁置一旁，待稍微降温。取出冷却后芋头，切成大块状。蒸后的芋头约6-7成熟，切了也不会散开。好了，全部放入一个较大料理盆内，将这带点温温的酱汁全部倒入芋头内，让芋头泡个15分钟，增添一点底味与香气，这样芋头就不会淡然无味了。粘米粉60克，这里用的是荷花牌水磨粘米粉，350克3象牌水磨糯米粉。做这芋粿巧，舅舅一般会选用水磨粉料，效果会比较软糯，不容易变硬。接着将浸泡后的芋头食材从酱汁里头全部捞出，放入粉料内。再全部裹上一层干粉，动作稍微放轻，避免芋头被捣得稀烂。好了，然后再将这酱汁分2至3次，一点一点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，动作一样放轻。一直轻轻拌至无干粉状态，这时候再剩余的半分葱酥也加进来，酱汁全部倒入，这粉量与液态食材配搭的刚刚好。双手都戴上手套，再稍微揉匀。好了，完成后的面团是带点粘性的，双手抹点食用油防粘。揪出小鸡面团，每小鸡约70克。将面团搓圆，再用虎口塑成半月状。好了，在底下垫上一张香蕉叶，这香蕉叶也可以用烘焙纸替代。这芋粿巧做法简易，想学做糕点的朋友当成入门，真的很不错。感觉就容易上手。是的，稍微按一下，这厚度随个人喜欢，约2公分左右就可以。将生坯全部放入蒸格，蒸锅里倒入清水，垫上蒸格盖好。此食谱可完成19个。先大火蒸5分钟，然后炉再转中火，继续蒸15分钟，全程20分钟，美味可口的芋粿巧就完成了。成品降温收水后，口感更好，更 Q 弹。就这样或蘸点辣酱、甜酱享用，特别软糯美味。冷却后用油两面煎一煎，煎到两面酥酥脆脆的，也很香，也好吃。您瞧瞧，糕里头的芋头部分还是保持完整的，很好吃呀。很满意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，只要照着舅舅的食谱与用粉，成品 Q 弹软糯不粘牙，室温下隔了1夜也不会变硬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再见。大家再见。